为了小伙伴们更加便捷的查询参考，我们对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数据做了改版。以后你只要看到我们出了某款机型以测评为名称的视频，例如三星 S8 测评，你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机型名称三星 S8，即可查看更加全面的数据。不光有实拍样张对比，还有性能跑分、发热续航等等众多实测数据。以后你买机或者给别人做参考，只要我们出了测评视频，你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查看。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做你的实时测评数据助手，免费的。赶紧上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努比亚的 Z17。说到这款机器，你的脑子里的第一个印象，或者说第一个标签是什么呢？这个无边的屏幕，或者是宇宙级的双摄。今天呢，都跟大家好好聊聊。上一代的 Z11呢，我是惨遭中枪啊！这个屏幕两边的这个黑边不一样，而且彩虹纹呢也非常的严重，所以说一气之下，我也就没有给它做这个深度的体验当时那台机器对我的印象确实不怎么好。但是这款机器呢，发布会上啊，吹的就是马上要飞到银河系里面啊，这个特别的牛逼。所以说呢，我也是非常好奇，第一时间呢就买了一台，给它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测评。纵观现在目前的国产机啊，这个上半年的各家旗舰呢，基本上已经发的都差不多了。录这期视频的时候呢，马上就要发这个1+5啊，还剩一家呢，就是魅族这一边，7月份呢马上也就要发了。等着1+5出来之后呢，我们会给这些国产上半年的这个旗舰机呢，做一个专项的横评，到时候好好跟大家聊，关注我们的频道就可以了。OK， 这一期的主角努比亚 Z17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马上开始。Z17的外观相对于上一代的旗舰 Z11变化并不大，可以说正面看起来几乎没什么变化。而 Z17的左右边框相对于其他手机来说确实非常窄啊，但是也并没有官方宣传图上那么夸张，还是能看到极窄的一个边框存在的但是呢，因为边框极窄，整体的宽度呢做得非常不错，同比5.5寸屏幕的华为 P10P 呢，机身要窄了不少，更适合单手握持。虽然屏幕边框窄呢，但是实际屏占比上呢并不太高，因为额头和下巴特别长。正面底部依旧是努比亚标志性的 Home 键小圆圈。这次特别要说的就是它的背部呢有一层特别细腻的 AF 涂层，拿起来手感呢特别光滑，可以防水防污。相对于其他各家玻璃后壳的手机呢 ，Z11的背面基本不会留下什么指纹，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旗舰机把指纹识别模块设计在了背面，在这个全面正面的时代呢，还是有一点另类啊。这个怎么样，咱们就自己判断啊。正常情况下使用手机呢，手指能够轻松够到，不像 S8 的指纹识别那么反人类。主打的变焦双摄像头呢，周围有一圈红圈，可谓是信仰加成啊！搞摄影的内行都知道红圈意味着什么。Z11支持双 SIM 卡，但是呢，并不是雨货卡槽，并不能插内存卡。对内存有要求的小伙伴，建议一步到位。天线条部分呢，设计在了机身的底部和机身的最顶部啊，不仔细看呢，不太容易发现，这个是个小设计点。Z17这次取消了3.5毫米的耳机孔，附赠了 Type-C 的转接头，但是取消耳机孔呢，确实带来了一些不方便啊。晚上看视频的时候，那个声音太大，怕吵到邻居，赶紧找上耳机。然后你会发现忘了带转接头，找到转接头插上手机的时候，又发现手机快没电了。这个时候你是充电呢，还是戴耳机呢？这是个问题。这次期采用的依旧是旗舰同款啊，骁龙835，相信经常看我们的视频小伙伴肯定都知道这款处理器的性能了，目前肯定是安卓阵营最强的。虽然呢处理器相同，但是呢每家厂商的优化和调度呢都是不一样的。上一代的 Z11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其实对处理器调度呢做了比较大的限制。这次的 Z17呢，顶配版是8G 的内存啊，已经都赶上电脑了。但是8G 的内存版本呢是几乎没有啊，或者是非常少。反正我买的这台呢是6G 的。下面呢，我们就通过跑分软件和几款大型游戏来测试一下 Z17这次对处理器的优化是怎么样的，以及在实际使用中呢又怎么样。首先呢，我们进行安兔兔的全面跑分测试，达到了17万多，基本上发挥出了835的全部实力。紧接着是王者荣耀，进入游戏之后呢，游戏可以满帧运行，复杂场景下呢也没有出现掉帧的情况。但是呢，目前 Z17呢是不支持高帧率模式的。
大型游戏 2K17呢，全程呢可以在50帧左右，崩坏3和巨爆呢，在开启高帧率的模式情况下，也都能够稳定在50帧左右。复杂场景下呢，会稍微降到45帧但是整体运行情况呢还是不错的。最高温度呢达到了42.9度，这个温度相对于835的机械测试的这几款是目前最高的一个了但是呢也差不太多少打开 CPU 的监视器呢，发现已经有2个大核心呢关闭了，但是呢，刷淘宝和微博呢，并没有出现卡顿。凭借835强大的性能和先进的制程呢，即使是关闭了2个核心，也基本不会影响到正常使用。温控的阀值呢，也是在40度，只要是过了40度它系统呢就会判断高温，自动关闭2个大核心来降温。等温度降下来之后呢 ，CPU 又可以满核的运行。在 Geekbench 的跑分测试中的单核跑分2061，多核跑分也是6000多，相比于同级别处理器呢，比S8呢稍微还要高那么一点。接下来呢 3D Mark 测试，Z11的3D 性能呢，最后跑分也是3700多，这个是符合835的性能的。闪存方面，这次全线都采用了 UFS 2.1的闪存，不用跟某品牌一样还要抽奖每秒呢是800多兆。综合体验来看，这次 Z17对835的调教呢，也是做了那么一点点限制，但是没有 Z11那么多。即便是做了一些限制，也不会影响它实力的发挥。大家在实际使用中呢，感受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多在屏幕方面 ，5.5寸 1080p 的屏幕，采用的是 Intel 的制造工艺，最高亮度呢450尼特，色彩还原度呢也是非常不错，但是最低亮度呢就不是很理想了。与华为的 P10P 与小米6相比呢，这个亮度要比小米6亮太多了。还是那句话，在晚上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开启护眼模式。Z17的无边屏幕呢，因为做的非常窄屏幕两边呢光线折射呢会产生一些彩虹纹的现象。关注努比亚手机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彩虹纹的这件事上一代的 Z11呢，我是惨遭中枪不光是彩虹纹，左右两边呢这个黑边呢还不相同。这次的 Z17上呢依旧是存在，但是在显示深色的时候呢就看不到了。不过这个彩虹纹呢已经减少了非常多了，日常使用中呢，感觉反正还是怪怪的，并没有做到一个完美的状态。希望努比亚在下一代的旗舰中呢，把彩虹纹的这个问题彻底的解决掉。充电续航方面 ，Z17采用了一块3200毫安时电池，相对于其他安卓旗舰呢是中规中矩。官方实验数据说一次充电呢可以使用2.4天，我是怎么都不相信我实际使用下来呢，中度的情况下1天呢是没什么问题的。这个官方确实有点太夸张了看一下配置呢，就知道3200毫安时的电池，5.5寸的屏幕，835的处理器，这个1天就是业界正常水平了。2.4天，这牛也需要是吧？什么生活的，对吧？早上9点出门，晚上回来呢还剩10%的电比三星的 S8呢坚持呢要更久一点。充电方面呢，官方说 Z17呢是支持 QC4 加的快充，但是实际上 QC4 加都还没有商用这一点上呢算不算虚假宣传？我觉得应该算官方标配的充电器呢也只是 QC 3.0， 实际充电速度呢也没有官方说的那么快。实测呢半小时充电56%，1个小时呢87%，充满呢需要1小时35分钟。这个速度呢在目前的市场中呢是中规中矩的。相机方面，咱们先要灌输 Z17的一个概念就是宇宙级的双摄方案这个前置呢1600万，后置2300万加上1200万的摄像头。与华为 P10P 不同的是呢，这个双摄像头呢均为彩色，一个广角呢一个长焦，在拍摄比较远的场景时呢，可以实现2倍的无损变焦。Z17的主打呢就是拍摄功能这个发布会的时候花了半个多小时40分钟内置了很多专业的拍照模式，延时和慢动作呢几乎所有手机都有了，但是这个电子光圈、星轨、这个慢门，然后还有就是光绘呢，这个是努比亚呢比较特有的功能。可玩性呢确实是多一些，但是对于一般的普通用户来说呢，基本很少用到。既然是宇宙级的双摄方案，那咱们的对比对象呢肯定也都是需要双摄了华为的 P10P、小米6作为对比，看看这个宇宙级到底有没有那么牛。首先来看第一组白天样张，三者整体来看呢，米6的白平衡呢偏暖一些，整体画面呢也是最暗的。Z17呢有点偏冷，P10P 呢是比较正常。放大情况来看呢，三者呢都出现了不同情况的涂抹。只看清晰度、解析力方面呢 ，Z17凭借着高像素呢，确实是稍微占优势。这一局呢 ，Z17略微领先。下一组呢，明暗反差比较大。整体来看呢，米6呢依旧是最暗的，可以明显的看到米6的天空呢出现了严重的紫边现象。放大来看，对面的指示标牌 P10P 细节呢最为丰富 ，Z17呢已经有一点模糊了，而米6呢则是完全看不清了。转移到头顶的部 ，Z17呢则是弯道超车 ，P10P 呢一样呈现出了清晰的纹理，米6呢依旧是最模糊的
这一组室外的环境呢，大楼的颜色 Z17 与 P10P 呢还原非常准确，米6的整体颜色呢有一点点的偏蓝。放大来看远处高楼的字，不出意外 ，P10P 呢依旧是最清晰 ，Z17 呢稍微有一点模糊，米6呢就不说了啊。微距拍摄方面，红色的花朵呢，三者还原呢都是非常的准确。Z17 和米6呢要比 P10P 呢稍微鲜艳了一点。背景虚化呢，三者几乎没什么太大差别，反而 Z17 的清晰度呢要高一些。接下来看夜景，第一组呢 Z17 的夜景呢确实是最亮的，华为 P10P 呢整体偏暗。对比一下参数可以看出，三者的光圈呢同样是 f1.8 的大小 ，P10P ISO 拉到最低，所以说呢画面是最纯净的。小米6的 ISO 达到了500。所以说噪点呢偏多那么一点三者的快门呢都处在比较低的状态。放大来看灯杆牌子上的细节，Z17 的画面呢最亮，但是呢画面出现了涂抹P10P 呢最暗，还是比较纯净的。综合来说 ，P10P 呢依旧是目前最好的Z17 和米6呢紧随其后。来看一下极限弱光下的对比，P10P 呢是最亮的 ，Z17 呢稍微暗一点，米6最暗。白平衡方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三者呢把环境的暖光呢都拍出来了。放大来看一下差距，首先这个小广告 ，P10P 呢依旧是最清晰的，可以看到画面上小人的眼睛，也能看到小广告上的字。Z17 呢勉强能看清，米6呢则是模糊一片了当然 P10P 呢是这个标杆对比毕竟它的价格呢要比这两者呢要高得多。最后一组样张 P10P 的地面呢是偏红的，因为旁边呢出现了红色的光源。乍一看三者的亮度颜色呢都差别不是很大，群城 logo 的绿色呢三者也是准确的还原了出来。仔细看一下 P10P 呢最清楚。下面一个环节呢就是比较重点的人像虚化。整体来看呢，三者周围呢都出现了背景虚化的效果。P10P 和 Z17 呢看起来虚化呢差别并不大，而小米6的人像模式呢是放大了很多，所以说拍摄角度呢略有不同。P10P 和米6呢都是非常清晰的，而 Z17 的胳膊呢已经是连同背景一起虚化掉了。放大来看眼镜呢，P10P 的眼镜呢只虚化了一点，米6呢稍微多一些，而 Z17 依旧是全部给虚化掉了。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Z17 在虚化上的算法呢还非常不成熟。再看一下第二张物体的虚化，Z17 和 P10P 呢背景虚化效果呢都不错，小米6呢稍微差那么一点儿，但是米6高达手中的这个大宝剑还是还原真实最多的，而 P10P 和 Z17 基本是全部给虚化掉了，所以说这一组呢各有优劣。看到这么多样张对比呢，大家心里应该有数了。Z17 呢其实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表现视频中呢是做测评，所以说比较较真都要放大来看。但是实际使用中呢，大家对样张的整体观感呢，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景方面 ，P10P 呢，在国产机中呢，还是雷打不动的OK， 咱们说回刚开始给大家灌输的概念宇宙级的双摄宇宙级的双摄，你还是老老实实先做到国内最好再说吧。同样还是老规矩，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直接回复机型名称，以后你只要看到小白出了某款机型以测评2个字为结尾的视频，你就可以在公众号后台回复它的名称。你将得到的不光有相机方面的各种实拍对比，还有发热、续航、跑分等等非常全面的数据。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做你的实时选机数据助手，免费的，赶紧上车。系统方面 ，Z17 搭载了安卓 7.1.1， 努比亚 V5.0。安卓系统呢是千篇一律了。下面呢咱们就说几个 Z17 在系统上呢独有的特点。由于 Z17 是无边屏的设计，所以说开发了边缘手势，从边缘向内滑动打开通知卡片，向上滑动或者向下滑动切换多应用反复摩擦什么清理后台不拉不拉，这些功能听起来和看起来都是非常炫的，但实际使用中呢是非常容易误触的使用几天呢，只有2个功能呢我是比较常用的，一个是边缘往上或者是往下滑动呢切换多应用，还有一个就是2指滑动边缘呢可以调整亮度，这个功能呢是不会出现什么误触的，而且是比较好用的。Z17 呢还支持系统级的分屏不同于其他手机的分屏打开之后呢，基本上相当于一个分身，分成了2台手机上下2个程序呢互不干扰，各自拥有独立的桌面。但是激活方式呢就有些脑残了桌面的控制栏呢是从下面往上滑，而激活的分屏呢是从下往上滑。只不过滑动的位置不同，我几乎每次打开控制栏的时候呢，却打开了分屏这2种手势差别非常小，而且方式呢也不能改变，除非你关掉分屏功能这个分屏功能呢实用又不想关怎么办呢？我也没辙了。还有一点让人不爽的就是桌面图标的文件夹呢，竟然是自带软件推荐如果要是一不小心碰到呢，就直接开始下载，这肯定算是内置广告了，连确认一下的机会都不给你真是让人恶心。
不过好在呢，可以在桌面设置中的关闭软件推荐说明努比亚还是有些底线的。Z17官方说呢，机身是采用了防水的设计，但是你要仔细看下边的说明啊，在小水量泼洒、冲溅等意外场景下实现防护，没有什么专业级别的防水测试请勿将手机浸泡在液体之中使用。大家看了应该都明白了，所以说你就当它不防水就可以了。这个下雨天呢也一定要小心如果要是不小心什么进水了，该修还得是拿去修。简单总结一下，满血的骁龙835加上 UFS 2.1的闪存（括弧不用抽奖），充电速度、续航方面都是中规中矩的这个无边屏的设计让这款手机呢有一些竞争力，但是在外形上呢，照上一代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还有就是宇宙级啊，这个双摄大家呵一下就行了体验一般的系统让这款手机呢显得比较重视硬件配置。好好的用了几天Z17，还是感觉在硬件配置上呢，是比较用心，也是比较下功夫的。但是在软件上呢，即便是看到了一些努力，不过努比亚呢确实做的呢也并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如果你要是对这个电池续航呢有进一步的要求，尤其是在拍照方面要求比较高的呢，这款机械确实需要斟酌一下。但是呢，毕竟这个大环境都在涨价的情况下，这个价格呢也并不是太贵，性价比呢还是摆在这儿的，你自己权衡一下就可以了。好了努比亚 Z17 的这款手机详细的体验各项的数据全部都跟大家聊透了最后再推荐一下我们的公众号这个回复努比亚Z17就可以了，或者是直接回复 Z17它不光这个样张，还有就是很多详细的数据都在里边了，你可以随时查看。OK， 本期视频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还是咱们的老规矩这个抽奖，本期的这个奖品呢，依旧是咱们抽了几期的因为那个小伙伴送了一大箱子也就是Diva 正版的光枪移动电源。哎呀，把我给摔了一下，前两天。确实做的是非常精致，而且这个光呢布的是非常均匀。其实它是一个10000毫安时的移动电源，但是光摆在那儿就非常精致这个售价还挺贵的，288块钱这个就是它的包装盒。想获得这奖品呢非常简单在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 Z17的这个名单里面，我会抽出来一个送给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回复 Z17就可以了。OK， 还有就是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呢？直接评论或者是私信就可以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说了好几遍了，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我在那儿和你聊天，聊聊科技圈的趣事，聊聊最新发布的手机。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荣耀9再见，拜拜。